大家好，据说在中国，由于电动汽车特别火爆，又非常内卷，新一代的年轻顾客再也不迷信德国品牌，甚至称德国车为杂牌车。德国品牌的销量在中国断崖式下跌，无一例外。看来，德国车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。加上德国弱智的政治及能源政策，导致德国的去工业化，所有这些叠加起来，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最近，德国焦点新闻在线版采访了奔驰汽车公司的一位员工，谈到了奔驰内部问题。他本人要求匿名，报道没有说明这名员工是什么职位。虽然报道及评论区中提到的名字是梅赛德斯或戴姆勒，但其实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奔驰汽车公司。以下我就用奔驰来代替，这样说起来名字更简短更顺口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该报道。汽车业的危机，奔驰内部人士透露，困难时期可能尚未到来。困难时期尚未到来，一位奔驰公司的老员工向焦点在线讲述了德国汽车工业的不确定性，并揭示了他认为绿党应对汽车工业危机负部分责任，以及他不相信电动汽车的原因。德国汽车工业正处于动荡之中，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、电气化的压力以及不断下滑的订单形势，不仅给企业，也给员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在新的分耕的奔驰公司，员工不得不提前进入冬季休假季。一位奔驰工厂的老员工向焦点在线匿名讲述了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、电动汽车的挑战以及政治对德国汽车工业未来扮演的角色。奔驰公司员工情绪不稳。焦点在线问：您如何看待奔驰汽车公司在汽车行业中的变化？奔驰员工说：我们注意到很多不确定因素，我们已经取消了整个轮班，当然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员工。我们不得不让员工离职，员工被裁员，劳务公司派遣来的员工实际上也被取消了。总的来说，一切都还算可以吧，但困难时期可能尚未到来。焦点在线问：您如何去面对它？奔驰员工说：不得不说，我有点矛盾。遗憾的是，我无法预知未来。我希望明年会更好，但不幸的是，这不是我能左右的。焦点在线问：您被提前放了圣诞假，您的同事对此有何看法？奔驰员工说：一般来说，我们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都会有一段休息时间，通常会持续2到3周。去年实际上是4周，今年又是3周。可以看出订单情况还有待改善。当然，这对我们的同事来说很困难。但我要说，情况可能会更糟。看看大众，看看丰田吧。焦点在线问：施瓦本会成为新的鲁尔区吗？德国之声补充，施瓦本是德国南部的一个地区，也可以说是个民族吧。施瓦本地区有众多工业，比如奔驰、保时捷、博世等世界著名企业都位于施瓦本地区。而鲁尔区是德国上次工业革命的工业中心，位于德国西部，也就是科隆的附近。现在早已衰落，变成了失业率高、相对贫穷的地区，经济转型也异常艰难。这就是焦点在线这么问的原因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焦点在线问：专家们将施瓦本正成为新的鲁尔区相提并论，这表明施瓦本正在发生急剧的结构性变化，就业机会和经济重要性正在大量丧失。您认为这种比较准确吗？奔驰员工说：不尽然。我常说南部是德国的心脏，我们拥有强大的汽车工业，奥迪、宝马、梅赛德斯、保时捷，南部的一切使德国保持活力。如果南部克受，那么德国就病入膏肓了。我们必须小心谨慎。焦点在线问：您认为谁应该对您的处境负主要责任？奔驰员工说：我认为整个红绿灯联盟政府应为此负责。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汽车电气化把一切都毁了，这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我希望政客们现在已经觉醒，但感觉已经太晚了。焦点在线问：绿党是德国汽车业的救星吗？绿党计划向电动汽车转型，
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将自己视为德国汽车业的救星，您怎么看？奔驰员工说，我认为绿党想要摧毁德国汽车工业，我无法想象这种电池就是未来。他们想研究合成燃料，但欧盟不希望这样做，这样就不需要开发新的发动机，而且燃料供应几乎是取之不竭的。但电池就不一样了，原材料和电池的生产都存在很多问题。焦点在线问，您对电动汽车或电动汽车的推广有何看法？员工说，不，一点也不看好，我根本不喜欢电动汽车。焦点在线问，奔驰公司内部对电动汽车的看法如何？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否和您一样？奔驰员工说，我真的认为现在99%的人都说这种使用电池的方法是错误的，现在也适得其反，而且会适得其反的更多。焦点在线问，明年必须做出重大改变，您认为汽车行业下步应该怎么做？奔驰员工说，首先我们需要负担得起的能源，这也是很多企业从德国迁往国外的主要原因，特别是德国的工资很高，我们还有德国制造的标签，数十年来我们处于世界顶级梯队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嘲笑这个标签，必须有所改变。焦点在线问，您上次真正为自己工作的公司感到非常自豪是什么时候？是已经完全过去了，还是您仍然坚信这一点？奔驰员工说，我仍然相信奔驰的未来，因为我们不仅是汽车的发明者，也是创新、安全等方面的先驱。但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？奔驰的价格应相应高于大众汽车。如果大众汽车公司已经经营不善，我祈祷我们奔驰公司明年会更好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。第一条评论，哇，老百姓的声音，这次是以奔驰员工的形式，他是在董事会、人力资源部还是食堂工作呢？但我们应该对他的意见感兴趣吗？我会走上街头，向我遇到的第一个人询问他的中东和平计划，让我们看看这是否同样有趣。下一条评论，一名保时捷员工的人力成本约为12.5万欧元，我没有问题了。继续往下，首先，他的雇主对这场危机负有主要责任。电动汽车是未来的趋势，早已可以预见，但奔驰和其他制造商，包括供应商，多年来一直浑浑噩噩，安于现状。这种失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。中国正在观察德国制造商在电动汽车领域事实上是如何无所作为，失去市场份额，并因此损失大量资金的。这与德国的政策关系不大。当然，这部分归咎于政策，但主要责任在汽车行业本身。我们再往下，电动汽车是未来的趋势？你生活在哪里？也许50-60年后吧，但接下来根本不可能有未来。下一条评论，如果我1年前这么说，即使在这里，我也会被斥责为失败主义者和糊涂虫。在德皇时代，世界永远被德国人毁灭，今天奔驰汽车也将会很快摇摇欲坠。但是欧洲的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公司。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面孔的国度，一个向外国人提供捐助的国度。继续往下，终于有人直言不讳了，我们不必上街反对那些裁员的公司，但要积极反对绿党。他们是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危险。绿党是经济和教育的毒瘤。我们再往下吧。我给你的评论打100分。下条评论，德国正在衰落，2024年很糟糕，2025年很可怕，2026年会糟透了，而2027年将是终点。我曾认为德国会持续到2030年，但我必须纠正自己。很明显，到2050年，德国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，尤其是在人口方面，届时1半人口将是穆斯林。下一条评论，非常搞笑，需要内部人士才能意识到这一点吗？你太强了。其中一家大公司很快就会破产，为什么？
电动汽车只靠内饰，而中国人至少可以做得一样好。德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赌输了，因为同样的汽车在中国的价格要低40%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汽车卖不出去。一辆斯柯达 Superb 柴油车在德国售价为6万欧元，这简直太荒谬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条评论。对不起，你根本不懂，却假装懂。大多数德国人都不想开电动汽车，当然，也有一些人可以免费获得这种汽车，他们对这种汽车赞不绝口，但这不准花1分钱。拿中国和德国相比，简直无语了。我们德国有中国闻所未闻的税收及费用。继续往下，当你投票给那个扼杀这个国家的这些政党时，情况就是这样，基民盟也包括在内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境况之所以糟糕，是因为在中国购买的汽车数量在减少。为什么在中国的数量会下降呢？因为中国人现在购买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占比50%，但不是德国汽车，而是中国汽车。因此，危机不是由德国政府的战略造成的，而是因为德国制造商没有任何有吸引力的电动车型，因为他们的研发起步太晚了。下一条评论。任何有头脑的人都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我们可以拼命蹬车，但还是在走下坡路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德国的30%，这就说明了一切。继续往下，傲慢必将导致堕落，不必多言。再见了，德国工业，谢谢你，德国经济部长。下一条评论，不一定非要成为专家或千里眼才能看到这一点。德国汽车工业可能再也赶不上来了，因为中国不再对德国以及欧洲汽车感兴趣，这将对德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。如果欧洲不得不再次调整方向，别忘了美国也征收欧洲产品的进口关税，性价比根本无法与中国以及日本相提并论，因此即使是欧洲市场也将是一个问号。此外，电动汽车市场完全被忽视了，这意味着中国将主导这类的市场。最近我对汽车进行了比较，不得不说性价比差异异常之大，而且亚洲品牌性价比更高。然后是软件。下一条评论，我们已经在东南亚一段时间了，那里的人们以解决问题为导向，没有抱怨，没有他们国家的帮助，他们做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。而且东南亚国家并不把自己当成病态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经济制动器。德国和欧盟正在被自己的官僚垃圾窒息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电动汽车疯狂，现在供应商纷纷倒闭，我们只能用煤炭发电，而世界其他地区仍在继续使用燃油车。德国汽车制造商只有在燃油车方向比中国有竞争优势。燃油车禁令意味着中国正在接管欧盟市场。如果德国汽车制造商不再为欧盟内部市场生产燃油车，他们就无法再为燃油车研究提供资金，在这方面也会失去竞争优势，因此他们会两败俱伤。这要感谢欧盟。下一条评论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要走下坡路了。这是我15年前退休时说的话。起初下坡路走得很慢，后来越来越快，最近3年更是急转直下，目前还没有人能扭转局面。下一条评论，德国汽车的出口份额高达70%，其中40%出口到中国。决定购买哪些车辆是销售市场，而不是绿党政府。即使德国人喜欢他们的燃油汽车，全球客户，尤其是中国客户，购买的数量也越来越少。自2018年以来，德国的生产数据一直在萎缩。如今，德国汽车工业因多年来一直贬低电动汽车而陷入困境，而且没有投资于电池研究。我们继续往下。德国制造的标签之所以成为笑柄，是因为政府没有降低能源价格吗？我希望能解释一下其中的联系。难道不是因为缺乏创新实力吗？中国人都在购买价格实惠、质量相当的电动汽车，而德国却还在歌颂燃油车。
在原材料有限的情况下，电池技术当然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销售市场，所以把这个市场留给别人是完全不合理的。不过好吧，继续尝试燃油车吧。顺便提一句，如果合成燃料能够合理的保护气候，政府也不会反对。遗憾的是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还没有具有竞争力的燃料。好，我们再往下。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德国制造的了，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。为什么德国制造的东西这么少呢？因为德国的红绿灯政策让德国变得过于昂贵。下条评论。我最近刚看了一部纪录片，中国人主要购买驾驶娱乐系统。对于中国年轻得多的汽车买家来说，德国质量并不那么重要。我们看下条评论。丰田展示如何服务全球市场。在非洲、中亚和南美的广袤土地上，网络往往比德国的某些地区更好。但在不久的将来，以电池为基础的电动汽车在那里真正站稳脚跟。即便是德国，也不可能建立起足够的公共充电网络。简而言之，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，只要用电不普及，还是燃油车的天下。因此，丰田目前正在制造所有驱动车型。顺便说一句，中国人也一样，在中国农村，几乎没有人有钱购买电动汽车。我们继续往下。我们的经济已经落后，到处都在增长，但德国没有。我们正在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。繁荣富裕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，因此一切照旧。下一条评论。德国正在大衰卖，而汽车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如果每份工作都有100人申请，工资很快就会再次稳定下来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我们究竟在哪里以民主方式决定了要遵守2030年议程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德国的去工业化。下一条评论。说到电动汽车，奔驰的情况可能很不乐观，因为自10月份以来，他们在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市场还没能向顾客售出一辆 EQE 车型的汽车，这实在是太不尽人意了。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。斯图加特将变成底特律吗？好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但是即使德国可能没有太多电动汽车的支持者，事实也是不同的。无论是中国的谁知道什么品牌，还是韩国的现代起亚，亦或是美国的特斯拉，他们都不会消失。即使在美国，电动汽车也是交通的主流，但德国制造商似乎并没有走到前列，甚至福特公司也没有。还是那句话，电动汽车将继续发展，就像燃油车一样，但这次来自亚洲。好，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到论坛中有一股悲观气氛。确实，因为德国汽车业吃老本，不思进取、傲慢以及孤陋寡闻，才导致了他们的今日窘境，怪不了别人。当然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电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，燃油车与电动车可能还会并行很多年。电力基础设施越好的地方，工业越发达的地方，电动车的比例就会越高，反之亦然。德国车自己定位高端，就连大众汽车在德国也已经不再是大众能买得起的车了。所以接下来的年月将是德国人开始过苦日子的开始，不知各位怎么看？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